河南郑州暴雨来袭，京广隧道再度被洪水吞没，民众惊慌逃生，险象环生。而少林寺僧人暴雨中拒绝游客进寺避雨，掀起舆论风暴。佛门慈悲究竟何在？甘肃山区突发山洪，泥石流吞噬村落，造成13人丧生，33人失联，4000人一度受困。尽管预警早已发布，却未能及时通知居民撤离。这场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？而在遥远的澳洲，一场豪车车祸撞出一位23岁的神秘华裔千金。他开着1000万的劳斯莱斯撞伤他人，却毫发无伤，迅速保释。身份背景查无此人。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，或许正是揭开权贵利益链的第一道裂缝。这里是大势局百闻纵横，我是任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几则新闻。近期，中国多地接连遭遇豪雨侵袭、山洪、淹水等灾情频传。而在河南省省会郑州，暴雨再次唤醒了许多人心中难以抹去的记忆。8月7号，主城区突降暴雨，那条曾经令人闻之色变的京广隧道再度被洪水吞没。从8月7号上午8点到下午2点10分，短短6个小时内，郑州降下倾盆大雨。其中中原区市政府一带的降雨量更飙破187毫米，雨势之猛烈让整座城市再次陷入一片水乡泽国。网络上疯传的大量影片显示，郑州街头水流湍急，汽车一辆接一辆熄火泡水，甚至有人被洪水冲走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条熟悉的京广路隧道。暴雨中，黑暗而深长的地下通道再度险象环生，画面令人不寒而栗。隧道内一片昏暗，积水已经淹到车身，许多车辆泡在水中，纷纷试图掉头退出隧道逃命。一名司机逃生后接受海报新闻采访时回忆说：“当时我被堵在京广路隧道里，10分钟的功夫，水就快淹到车窗了，所有车都堵住了，我的车都飘起来了。当时真的很害怕。”他还补充说，1点半我进入隧道，积水就开始慢慢涨了，前面一个隧道已经被淹，后面所有车辆都在掉头，很多油车直接熄火，所有车都堵在里面了。那时候根本顾不了什么交通规则，大家只能硬着头皮掉头逃命。另一位亲历者则形容现场状况：前方隧道已经完全被淹，后方车辆疯狂倒车掉头，一片混乱。说到这里，许多人心中浮现的是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，2021年7月20号。那一天，郑州也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雨，京广隧道在短短几分钟内被洪水淹没，水深一度高达13米。而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公布的调查结果，当时有247辆车被困于隧道，却仅通报6人丧生。同一时间，地铁5号线同样被洪水灌入，夺走了无数无法及时逃生的生命。官方最终仅认证14人遇难。事后，郑州市的相关官员多被从轻处理，市委书记徐立毅、市长侯红只是遭到降级处分。副市长吴福民被撤职并撤销党内职务，其他如李喜安、陈宏伟等副市长也仅被记大过，更多人则只是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或诫免了事。当时官方曾信誓旦旦地承诺将重建城市排水系统，绝不让悲剧重演。可4年过去了，暴雨再次来袭，隧道依旧被淹，市民再次仓皇逃命。我们不仅要问一句，当年的承诺今天又在哪里？在这场暴雨之下，还有另一段画面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风波。当天下午，登封少林寺景区同样突降暴雨，近50名游客挤在立雪亭外的屋檐下避雨。风大雨急，孩童和老人也被困在其中，但寺中僧人却以这里是文物不能进为由，拒绝让游客进入亭内避雨。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气愤地拍摄影片并上传网络，他表示
下雨时，一些僧人进入丽雪亭避雨，但当游客想进去时，却被挡在外头。僧人们说，这里是寺内文物场所，不允许进入。他在影片中抱怨道：“寺内师傅说这是文物，我们不能进来，我们只要站2个人进来就行了，小孩和老人就不用躲雨了，让这个老人在这边是吧？这没有道理，对吧？佛家不是讲慈悲为怀吗？”他对少林寺僧人的做法感到失望。影片在网络上迅速引起热议，许多网友批评僧人冷漠。所谓慈悲为怀，在这样的暴雨天却感受不到一丝慈悲。也有网民讽刺，自从寺庙开始收门票，你去的地方就和佛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截至目前，郑州当局表示尚未接获人员伤亡的报告，而据气象部门预测，河南全省到本周末仍将持续多雨天气。就在郑州暴雨再次唤醒人们记忆的同时，西部的甘肃也遭遇突如其来的山洪。灾情甚至惊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。在8月7号傍晚6点左右，兰州、榆中县等地开始出现强降雨。原本只是倾盆大雨，却在短时间内迅速演变为山洪爆发。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、树枝与垃圾从山区咆哮而下，冲上公路，不仅阻断了车辆通行，也吞噬了原本宁静的村落。根据路媒报道，此次灾情波及范围广泛，城关镇、马坡乡、小康营乡、下关营镇等4个乡镇均受到影响。兴隆山一带的电力与通讯设施遭到破坏，超过1300户、4000余人曾一度被困。从网络上流出的画面可以看到，被泥流吞没的道路、遭到洪水冲毁的车辆、一栋栋泡在泥水中的民宅，以及站在废墟旁撑着伞却无路可走的村民。截至8月8号下午，甘肃官方通报称，这场山洪已造成10人丧生，33人失联。但由于当地山区遍布农家乐与民宿，有网友担忧，实际失联与伤亡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。一位住在马连滩村经营农资店的韩先生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忆，他在7号晚8点多离开村子，幸运地避开了灾难。然而，他经营的农资店已在山洪中被完全冲毁。韩先生描述当晚的情况时说，灾难发生在7号晚上9点到11点之间，山洪突如其来，并伴随大量泥石流。原本10几米宽的河道在短时间内被土石填平，两岸的房屋则在轰鸣声中直接被冲倒，就像被从地图上抹去一样。更让人痛心的是，这场灾难其实并非毫无预警。根据多位网民披露，从7月开始，当地的气象部门已经多次发布山洪风险预警，要求各县区加强实时监测、预警通报与人员转移。但实际执行中，预警讯息多透过政府网站、微信群或简讯发布，并未真正落实到挨家挨户通知。许多村民根本不知道灾情迫近，洪水来袭时正值深夜，有不少人还在熟睡中，根本来不及逃生。根据中共央视报道，灾情已经惊动中南海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达指示称，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，妥善安置受灾群众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，并尽快恢复通讯与交通。最后，我们来关注一场远在澳洲的车祸，看看它怎样意外掀起外界对一位神秘富家千金的高度猜想。一场即将在8月15号于澳大利亚悉尼开庭的案件，让一位原本毫无名气的23岁华裔女子成为了舆论焦点。她叫杨兰兰，一个在网络上几乎查无此人的名字。但短短几周内，这个名字从事故现场迅速传遍中文社交圈，因为他的奢华生活、神秘背景以及一起代价极高的车祸。故事要从7月26号凌晨说起。那天凌晨3点半左右，澳洲悉尼富人区 Rose Bay 附近一条宁静的马路上突然传出巨响，一辆价值超过100万澳元的劳斯莱斯 SUV 和一辆奔驰迎面剧烈相撞。劳斯莱斯的车头几乎报废，
但驾驶这辆豪车的年轻华裔女子杨兰兰却毫发无伤。目击者称，事故发生后，她曾短暂离开现场，随后又主动返回，并向警方投案。警方赶到现场后，要求她接受酒精测试，但遭到拒绝，因此对她提出涉嫌酒驾危险驾驶的刑事指控。与她相撞的奔驰车主则伤势极为惨重，骨盆碎裂、脾脏出血、脊柱与10根肋骨断裂。最终因右髋与整条腿伤势过重而被迫截肢，至今仍在医院接受抢救与康复治疗。杨兰兰则在交付了巨额保释金后，返回位于悉尼的住处，静待8月15号的正式庭审。这场车祸不仅震惊当地社会，更让网友与媒体的目光集中在杨兰兰身上。这位年仅23岁、住在富人区、开着1000万豪车却没有任何公开身份记录的神秘女子，媒体走访她的住所时发现，她家车库内除了那辆出事的劳斯莱斯，还停着另外一辆白色的劳斯莱斯幻影敞篷车，而车内的仪表台上则摆满了限量款的拉布布玩偶，奢华与童趣并存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邻居们对他的评价出奇一致，温柔有礼，却极为低调，几乎不与人交流。虽然从不炫耀财富，但他日常的穿着都是香奈儿、迪奥等高级品牌。有一次被媒体拍到的画面中，他穿着黑色香奈儿新款上衣，戴着同款的帽子和口罩，全副武装。那件上衣的售价高达近15万人民币。网友们试图通过公开资讯查找他的来历，却惊讶地发现，杨兰兰没有社交媒体，没有企业登记记录，就连领英中也查无此人，仿佛他从未存在过。这在社交网络极度发达、资讯高度透明的当代几乎难以想象。而也正因为查不到任何资料，外界对他的好奇心反而愈加高涨。有网友成功扒出他的一张正面照，短发，五官普通，穿着简约低调。也正是这份不惹眼，让人怀疑这种形象是否是刻意为之。于是，有关他的神秘背景，网络上开始流传各种爆料与猜测。最新的一种说法指出，根据中国京圈的命名习俗，如果家族希望后代远离政治，不涉权斗，会为其取一个叠字名，象征和平与低调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杨兰兰的名字或许正是一种身份暗示。那另一则爆料来自上海网友，声称他的英文名是 Wendy 杨，家族从事矿石贸易生意。有圈内人士证实，Wendy 杨在澳洲经常出入高级俱乐部，与一批从事矿业的企业家定期聚会，交易对象包括大型的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。那这就意味着他的家族可能设计一项低调却暴利惊人的灰色产业链，倒卖进口配额。他们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内部资源与政府关系，获取国内急需的进口商品，如铁矿石配额，然后高价转手，从中获取巨额利润。如果这些爆料属实，牵涉的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可能触碰到权力寻租、利益输送，乃至于贪腐的边界。正如一位网友感叹道：“能把配额倒卖做到风生水起，背后没有人脉和保护伞，怎么可能？”如今距离法庭审理只剩几天，关于杨兰兰，她到底是出生在金字塔顶端的大隐隐于市，还是庞大利益链中的一枚代言人？这起看似普通的车祸，或许正在揭开一个巨大系统的冰山一角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关注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，请点赞、订阅并按下小铃铛。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